I want to find you。加拿大音乐家杰西卡·斯图尔特在2016年创作了一首歌，叫做《Lost Friend》，在加拿大很流行。而这首歌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他内心深处对一个失散30年的童年好友深深的思念。虽然他们在儿时只相处了1年的时间，但那一年却成了杰西卡整个童年的快乐记忆，而他的这位玩伴也成为了他童年记忆里最重要的人。那么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让杰西卡与童年好友失散了30年之久，依旧念念不忘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，我要找到你。莫看见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的视频开始前，先请大家思考一个小问题：在你们的生命中，有没有一些儿时的玩伴，你们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，但因为搬家、转学等等原因，从此再无联系，但你却始终记得他，记得青葱岁月里最好的你遇见的最好的他。今天呢，不给大家讲案子，每天打打杀杀，时间长了会不会有碍大家的身心健康？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友情暖暖的小故事。1988年，在日本长野县的一个小镇，一大早同学们纷纷的跑回教室。大家听说班里转来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同学，这实在是太特别了。镇上的小孩从没见过黄头发的人，所有人像欣赏玩偶一样看着她。有的同学甚至会上手摸摸她的头发，盯着她的眼睛看个不停，仿佛在动物园里看见小动物一样开心。这位新转来的加拿大小女孩就是杰西卡，那年她9岁。他和姐姐跟着父母来到日本，因为他的父母在这里将担任1年的外教，教同学们学习英语。杰西卡看着周围同学的异样目光，很是无奈。刚来到新环境的杰西卡感到特别的孤独，除了姐姐，她没有朋友。在学校里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是一群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，这让她感到焦虑。但此时杰西卡注意到有一个人是那么的与众不同，在教室的角落里，有一个脸蛋红彤彤的小女孩，对自己似乎也很好奇，但却很有礼貌，只是安静的在座位上冲自己礼貌的微笑，不会像其他同学那样跑过来像看玩偶一样看自己。她的名字叫福江。杰西卡对她产生了好感和强烈的好奇心，她默默地观察着福江，发现福江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女孩，总是一个人在教室的角落里安静地坐着，不仅没有朋友，还总有一些人欺负她，嘲笑她。有一天在操场上，杰西卡看见一群人把福江逼到了角落里羞辱她，福江很害怕，不敢反抗。杰西卡看到这一幕很愤怒，冲过去挡在福江面前，赶走了那些欺负她的同学。就这样，性格害羞的福江与刚到新环境没朋友的杰西卡成为了最亲密的好友。他们每天形影不离，一起玩耍，一起出游，去河里抓青蛙，去稻田里抓鱼。两个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。有了杰西卡的保护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欺负福江了。作为最好的朋友，杰西卡会经常邀请福江到家里去，但奇怪的是，福江却从来没有邀请过杰西卡去他家玩。杰西卡在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问，他们的关系这么好了，为什么福江从来不带自己去他的家里，介绍他的家人认识呢？有一天放学之后，杰西卡对福江说，我想去你的家里做客，但福江却一口回绝了。杰西卡有些意外，他没有想到福江会拒绝他，他实在想不通福江到底在害怕什么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杰西卡不断地提起想去到福江的家里，福江终于不情愿地答应了。杰西卡跟着福江来到了他的家，但走到福江家门口时，杰西卡感到了很不自在。福江住在根本不是房子，而是棚子搭建的破败不堪的棚屋里，到处凌乱，杂草丛生。他不敢相信还有人住在这儿，也终于明白了福江不邀请他来家里的原因。杰西卡站在房子外面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他觉得福江一定不想自己看到他这个样子，于是在趁着屋里的人没看到他时，就赶紧跑回了家。那晚杰西卡失眠了，在他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福江家里破败不堪的房子，还有那些欺负他的同学。从那天之后，两个人之间没有了秘密，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密不可分，无话不谈。杰西卡也成为了福江的保护伞，有他在，没有人再敢欺负福江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1年的时间过去了。杰西卡父母也结束了在日本的外教工作，全家人都要搬回加拿大了。
杰西卡在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难过，她和福江约定，就算分开了，两个人也要经常保持联系，要经常写信，绝不能忘记对方。刚回到加拿大，他就迫不及待地给福江写信，分享自己的心情，并且他也很快收到了福江的回信。两个人呢就这样保持书信联系了2年。虽然在大洋彼岸的两端，但两个人的友谊一直延续着，盼望长大之后能够再次重逢，诉说彼此的心事。然而年少时的承诺总是不容易兑现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杰西卡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回信。她开始担心自己走了之后，学校里的人是否又开始欺负福江，还是福江出了什么事情。于是她又给福江连续写了好几封信，但却没有收到任何回信。福江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断绝了与杰西卡的联系，两个曾经最亲密的朋友从此再无联络。与福江相处的那段时光，也成为了杰西卡最宝贵的童年记忆，深深地埋藏在心里。一转眼30年过去了，杰西卡也年近40岁了，成为了加拿大著名的音乐人。每当她在怀念童年时，脑海中浮现出的总是福江微笑害羞的模样。于是在2016年时，她把对福江的思念之情，对童年的美好憧憬，全都写进了一首歌里， Lost Friend。 她希望有一天能与福江再次重逢。每一次唱这首歌时，都让杰西卡忍不住再思念福江一遍。思念的感觉如此强烈，想要再次见到福江已经成为了她的执念。对于杰西卡来说，福江几乎意味着童年里最美好的时光。她决定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找到福江。可是30年过去了，该去哪里找呢？就算找到了，福江还会记得杰西卡吗？这么多年，杰西卡一直在网络上搜索着福江的信息，但就算网络已经很发达了，杰西卡仍然没有发现一点关于福江的痕迹，没有媒体账号，没有照片。杰西卡甚至怀疑福江当年没有回信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不测。为了找到他，2018年杰西卡正式踏上了寻找福江的旅途，回到了日本。30年过去了，当他再次踏足儿时的小镇时，当年有几个村子组成的小镇，现在已经发展成拥有10万人的小城了。想要在这10万人的小城找到30年前就已经失去联系的人，实在是有点困难。万一福江早已离开这里了呢？这太难了。杰西卡先来到了他们曾经相遇的小学，也许这里能够找到福江的消息。校长得知杰西卡的来意后，拿出了当年的同学录，并找到了当年离开时的留言，是关于那年万圣节的描述。我早上起床后收起蒲团，吃过早餐后开始雕刻南瓜，准备了很多吃的带到了教室，我玩得特别开心。同时他也看到了福江的毕业留言，杰西卡很激动，福江的毕业留言居然也是关于那年万圣节的。那年万圣节，当我走进教室时，看到了一个南瓜怪物，有人扮演了女巫，我们在一起玩得很愉快。随后校长找到了福江当年留下的住址和电话，但很遗憾的是，出于隐私的保护，学校没有把这些信息透露给杰西卡，但校长答应会去联系，如果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的。杰西卡有些遗憾地离开了学校，第2站来到了福江家附近打听，但此时福江家原本那破旧不堪的房子早已经不在了，周围都是被重建的新房子。杰西卡向4周的住户打听，但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。此时福江也已经40岁了，可能早已经结了婚，随了夫姓，或者早就搬离了这里。这时一个当地的村民提议，你如果想找到他，可以去电视台登一个寻人启事，这样整个长野县都会看到这条新闻。如果你要找的人没离开长野县，一定也会看到的。I want to find you. 果然奇迹出现了，在新闻播出不久后，就有人打电话联系杰西卡，说找到了福江姐姐的电话。福江的姐姐告诉杰西卡，福江一直生活在长野县，并告知了她的电话号码。此刻杰西卡太激动了，她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咖啡厅，调整好心情后拨通了福江的电话。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杰西卡哽咽了。もしもし。もしもし、福江さんですか？はい、そうです。ジェシカです。あ、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他终于联系上了失联30年的亲密朋友，他想知道
当年福江为什么突然中断了回信。二人相约第二天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见面。挂断电话后，杰西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哭了起来。这一刻她等了太久了。清晨的咖啡厅，30年前的旧人再重逢。杰西卡一眼就认出了福江，她走上前给了福江一个深深的拥抱。30年后的福江已经褪去了红脸蛋，但模样跟小时候一样，唯一变化的是福江长高了很多。两个人都难掩心中的喜悦，哽咽着。福江没想到30年过去了，杰西卡一直惦记着自己。福江也道出了那年他为什么突然中断了回信。原来之前在学校，因为杰西卡的保护，没人敢欺负福江。但是杰西卡回到加拿大后，原本那些欺负福江的同学变得更加变本加厉。福江被折磨得不行，已经没法去学校正常上课了，被迫辍了学。他非常沮丧，不想联系任何人，也不知道该跟谁讲这些事儿。突然间，好像生活看不到了希望。他也不知道该怎样给杰西卡回信，但每年的万圣节，福江都会想起杰西卡，想她在干嘛，过得好不好，是否还记得异国他乡的自己。如今福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还有一个疼爱她的老公和2个可爱的孩子，生活过得十分幸福。她对现在的自己很满意。相聚的日子是快乐且短暂的，很快他们要再次告别了。这一次他们相约再也不会失去彼此。杰西卡回到加拿大后，他们恢复了以前的书信联系。这个故事也感动了很多人。可能对于杰西卡而言，福江不仅仅是童年玩伴，更象征着自己的童年记忆。30年后再相逢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情更浓。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吧，他曾在你的生命中无比重要，却又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过客。可这份沉甸甸的友情，在我们心中却始终占据着一个角落，似沙漠中的一场甘霖，无时无刻不再滋润我们的心窝。